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浴火之路好评如潮，肖央刘烨超惊艳，赵丽颖再次打脸资方。国庆档期的几部电影到底好坏，放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在首映的第一天，口碑也已经揭晓。749局的评价各有不同，陆川历时8年创作出9层妖塔2。王俊凯饰演的主角马山，既缺乏智慧，也满脸愁苦，他拯救地球的说服力显得不足。幸运的是，这部充满燃情和爆炸特效的科幻影片并没有辜负票价，实际票房超过了7000万，预计将达到9亿，稳居国庆档期的首位。大导演陈凯歌的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恰逢祖国庆生，震撼的战役在大荧幕上得以精彩再现。上映2天已获9000万票房，马上就要突破亿了。看到陈凯歌和陆川积极行动，刘德华与成龙也想参与其中，但从当前趋势来看，他们似乎已经被排除在外。有一部关于打拐的影片《浴火之路》别出心裁，不走传统大片路线，融合了文艺与犯罪元素，轻松的在国庆档期引起关注。上映仅半天便获30千万票房，不仅票房表现出色，口碑也不断攀升。目前各类观影报告的评价均为好评如潮。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悲情剧，没想到实际上却是刺激的打斗场面，令人痛快极了。充满虎狼风格的艺术电影，十分值得一观。电影《浴火之路》在推广阶段又直接借助了赵丽颖的影响力。没办法，作为85花中的顶尖流量明星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备受瞩目。高赞的视频中，全都是小赵的精彩哭戏。她扮演的母亲李红英，在失去孩子后开始了复仇之旅，连哭泣时都显得麻木。实际上，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瘦的可以看到手背上的青筋，纤细到似乎会被西航的浓雾所淹没。她在寻寻觅觅孩子的过程中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归，在期待与恐惧之间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。流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，即使《浴火之路》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也带来了不少争议。毕竟她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评价中，有些人觉得是含水分的奖项。上次第20条短短几分钟的出现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，马丽和赵丽颖两边的粉丝们互相攻击，场面混乱。然而，电影一经上映，口碑与票房双双飙升，《浴火之路》已成为这一时段最具竞争力的黑马，不得不赞叹赵丽颖的选片眼光。这个故事与普通的打拐片不同，它采用了2条并行叙事线，一条讲述父母在寻子过程中的艰难、无助和痛苦，另一条则关注人贩子的可怖与恐惧。影片中的浴火之路，恰似那些被拐儿童父母每日在炽热的疼痛中渴望重逢的心情。在西部的广袤沙漠中，险峻的岩石与悬崖不断上演着惊心动魄的场景。一支由3人组成的寻亲队伍，他们各具特色，一个性格如虎，一个犹如狼，而另一个则像兔子。李红英表面上温柔善良，实际上却是坚韧的母亲。兔子急了也会咬人，她曾经是一位性感而美丽的女人，但在失去孩子后，眼中已失去了神采。然而，第20条中的秀萍，如同漂浮的浮萍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而这里的红英则展现出一种带有野性生命力的状态，在大漠中成为了一抹鲜亮的色彩。她勇敢地将自己作为被深入人贩子的内部，展现了侠女般的英姿。如果说第20条是一次试探，那么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已经能够独当一面，完美转变。当然，《浴火之路》并不是一场独角戏。肖央作为这个国庆档期最繁忙的人之一，参与了陈凯歌的大制作，同时在《出入平安》中担任主角，在这里也是重要角色。
这次他扮演的是一个被拐儿童的父亲，曾经生活富裕，但在孩子失踪后，一度产生了卧轨自杀的念头。崔大陆犹如猛虎一般，他表示，当不平之事无法解决时，他会采取最为激烈的方式。表面上看似轻浮，在寻亲的旅途中，他打趣插科，实则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痛楚。那种轻浮中带着的狠劲让人震惊。尽管肖央是从歌手起步，但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演技天赋，表演时几乎没有任何痕迹，仅一个眼神的变换就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。谁说善人就不可怕？在寻找亲人的3人中，真正的精神支柱是赵子山。他的孩子已经升天，但他的复仇之旅依旧没有结束。刘烨饰演的首领郎虽然身体仍然在世，但内心早已离去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仇，果然不愧是影帝，演技令人刮目相看，眼神和台词深深打动人心。在影片的前半部分，他始终保持着狼一般的警觉，而在亲手报仇后，句句自责和无奈直击观众心坎，让影院里的人禁不住落泪。他表面上表现出凶狠与残忍，以此掩饰内心的脆弱，虽然看似坚强，其实早已随着孩子而离去。电影中的反派角色由冯德伦饰演，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。那句知树前不树孩子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之恶。这部电影的结构朴素，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是一部感人的公路打拐片。在西部无人区，荒凉而肃穆，虎、狼、兔等生物在深陷泥潭时无从求助。最终浴火之路给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结局，天道轮回，上天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。李红英的前夫遭雷击，赵子山亲手了结仇敌。导演伍佰在这几年持续深入犯罪片领域，从《白夜追凶》到《心理罪》，他的风格辛辣而犀利，口碑与收视率都相当不错。观众们眼光独到，一定不会错过优秀的作品。浴火之路如今在国庆档中位列第3，首日表现良好。随着更多观众的涌入，势必会引起热烈讨论，从而实现了电影的初衷。愿世界没有拐卖现象。